你就3万8，你爱要不要？哼！怀孕后，婆家把彩礼从38万8降到3万8，为了孩子，我忍了。可婚礼当天，小姑子却抱着一条狗说：“大嫂，这条狗是我妈3万9买来的呢。说起来，你还不如一条狗值钱。”婆家人都在看我笑话，等我破防，可我却没哭没闹，只是默默把头纱摘下来戴在小狗头上，对婆婆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那让你儿子娶了这条狗吧。”林婉婉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这是在侮辱我，侮辱我儿子！大嫂，你破什么防？我说的是事实啊！你就是没有我家狗子值钱，没有它高贵啊！你买1送1才3万8，我家狗子一条就3万9，你还不承认自己贱吗？我转身就要走。既然你们都瞧不起我，那就让你大哥跟这条高贵的狗结婚吧，让他给你大哥生个好狗孩子。赵桂兰气得全身都在抖。客人们都到了，婚礼马上就要开始，你在发什么疯？赶紧收拾收拾，别给我丢人！不想丢人是吗？那就按照我们最先说好的38万8彩礼，现在1分不少的给我，婚礼就继续。你做梦！早就谈好的事情，现在你坐地起价。林婉婉，你穷疯了吗？想靠结婚扶贫是吗？我告诉你不可能，3万8已经是看在孩子的面子上，你别得寸进尺，否则别怪我1分钱不给。我懒得多跟他说一个字，转头问丈夫宋墨：“你说这婚还接不接？”老婆，彩礼不是早就谈好了吗？你现在临时加钱不地道吧？我妈这么说也没错。当初谈彩礼的时候一直说的是38万8，就因为我怀孕，你们家一降再降，直到3万8。你妈当时怎么说的？说她常年生病，说她送你上大学花光了积蓄。我心软，我同意了。可她转眼就花3万9买一条狗。宋墨，当我是傻瓜吗？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了，没有38万8，这婚就别结了。不要脸，林婉婉，你身上那几两肉黄金做的吗？开口就是38万8，我告诉你，休想！我妈说了，你未婚先孕不检点，3万8都是看我哥的面子。就在这时，宋梦瑶的狗朝我扑了过来，我从小就怕狗，本能的一脚踢了过去，狗子嗷的一声倒在了一边，这下捅了马蜂窝。宋梦瑶抱着被摔的狗子嚎啕大哭。妈，他差点踢死了我儿子，我要他赔钱，他必须赔钱，不然我就要他偿命。林婉婉，我买这条狗花了3万9，你现在踢伤了它，那就用你的彩礼来赔，算起来你还要倒给我1000，赶紧给我转过来。真是太荒诞了，我结婚1分彩礼没有，还要倒赔1000，从来没见过这么离谱的事情。我一个字都不想说了，转身就走。可宋梦瑶却挡在我面前。林婉婉，今天不赔钱，你休想走！难道你连1000都拿不出来吗？我一把推开他。宋梦瑶，你不要太过分！他不但没有后退，反而突然一巴掌朝我扇来。这是我家，我就过分了，你要怎么样？林婉婉，你这个未婚先孕的贱货，我就打你怎么了？脸颊火辣辣的疼，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被人打，居然是在婚礼当天，还是被小姑子扇了一巴掌。我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，反手就给宋梦瑶扇了回去。实在气不过，我又甩了一个给宋墨，他捂着脸：“你打我做什么？我又没惹你。”因为你妹妹打我，你没有阻止她，你就该打。宋墨，我现在通知你，这个婚礼取消了，我林婉婉不要你了。宋梦瑶捂着脸大哭着看向赵桂兰。妈，他打我，林婉婉他打我，你帮我报仇。我没有给他们任何人机会，直接把电话打给了我妈。妈，婚礼不办了。宋墨黑了脸。林婉婉，你太任性了，客人都来了，礼金也收了，你说不办就不办，就因为那几万块钱的彩礼，你不是口口声声说爱我吗？这就是你说的爱？爱？我实在忍不住一个茶杯扔给他。那你的爱呢？在你们眼里我还不如一条狗是吧？既然如此，我把新娘的位置让给那条狗，你们怎么又不愿意了呢？宋墨哑口无言，我转身准备换衣服，赵桂兰却挡着我。马上开席了，你别发疯，那1000我也不要你还了，当然3万8的彩礼你也别想要，赶紧出去招待客人。我本想一走了之，但是他们实在太欺负人，所以我改变了主意。我出了房间，走到大厅，抓起舞台上的话筒就大声说：“各位亲朋大家好，很遗憾的告诉大家，我和宋墨的婚礼取消了。但是呢……”我故意停顿了一下，果然下面的客人们都伸长了脖子。什么意思啊，新娘子？婚礼不办了吗？不能啊，我们的情钱都给了，怎么能不让我们吃席呢？就是新娘子，你别开玩笑了。赵桂兰黑了脸，宋墨要上来抢我的话筒，他用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警告我：“林婉婉，你要干嘛？想想你肚子里的孩子。”失望透顶，我怎么都没想到他会第二次用孩子来威胁我。之前因为孩子，他们把彩礼从38万8降到了3万8，现在
他们居然连3万8也不给，还要我倒赔1000，我怎么能忍得住这口气呢？所以我用了更大的声音对客人们说：大家也不要慌，我只是说我的婚礼取消了，但是宋墨的婚礼依然继续，只不过新娘不是我，而是一条狗。狗？什么意思啊，新娘子？你倒是给我们说清楚。是啊，宋墨怎么会跟一条狗结婚？你别胡说八道了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他只是跟大家开个玩笑，大家不要误会啊。我冷笑一声，指着宋梦瑶怀里抱着的那条狗。谁都没有误会，跟宋墨结婚的就是那条狗，那条他们家花3万9买来的狗。林婉婉，你闹够了没有？非要给大家看笑话是吧？对，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准备好的戒指直接丢给了狗。宋墨，我林婉婉不要你，你听清楚，我不要你了。我转身就走，赵桂兰突然一巴掌呼我扇来。贱东西，林婉婉，你还真是给脸不要脸啊！你未婚先孕不检点，我都看在孩子的份上答应让墨儿把你娶进门了，你还在这里给我闹脾气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脸颊又疼了。我怎么都没想到会在婚礼上被人扇2个巴掌，所有人都看着我，那些大妈们马上高声说：怪不得婆婆不喜欢呢，怪不得说她不如一条狗呢，原来未婚先孕啊，果然不要脸。说的对，是我也不会给1分钱彩礼。赵桂兰听到他们的话大笑起来。林婉婉，你听到没有？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，大家都这么认为的啊！你自己不检点就是不值钱，还不赶紧收拾收拾，给客人道个歉，不然以后可没人会要你了。我死死盯着他那张恶毒算计的脸，毫不犹豫的一个巴掌给他还了回去。谁说我未婚先孕的？我和宋墨2个月前就领了证，而且就算我未婚先孕又怎么样？难道这个孩子不是你儿子的？他可以，我就不可以？就因为我是女人？老太婆，你自己也是女人，怎么还给你自己分了等级呢？赵桂兰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会还手，还是双倍还了回去。她一手捂着脸，一手捂着胸口大喘气。贱人，贱人！我是你婆婆，你居然敢对我动手！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！儿子，你要给我做主啊！他还没过门就敢对我动手，将来你们要是真结婚了，我早晚会被他打死的。你什么你？宋墨，闭嘴！宋墨指着我刚想开口，就被我堵了回去。他气疯了。林婉婉，要不是看在你怀孕的份上，我今天非要打死你不可。孩子，孩子，他们一家人口口声声就是孩子，因为孩子，他们想要拿捏我。彩礼从38万8降到3万8，甚至现在1分钱不想给。又因为孩子，他们骂我不要脸，说我是2手破鞋，还口口声声说为了孩子才娶我，才答应让我进门，简直太好笑了。他们以为我有了孩子就可以任由他们拿捏，可我却直接掏出手机。你好，麻烦帮我预约流产。林婉婉，宋墨脸都吓白了。你要干嘛？那是我的孩子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流产就流产？哦，你还知道这是你的孩子啊？我一眨不眨的直视着他。我还以为这个孩子是我自己一个人就怀上的呢。宋墨，凭什么你让我怀上你的孩子，最后却成了我自己不检点不要脸？凭什么这个孩子又成了你们拿捏我的理由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他哑口无言，他根本反驳不了我的话。宋梦瑶却抱着狗大声说：因为你是女人啊，你怎么能跟我哥比？我哥能让你怀孕是他的本事，你怀孕就是破鞋，就是不要脸。我反手一个酒杯给他甩了过去。宋梦瑶，你真悲哀，你不也是女人吗？你将来怀孕生孩子，难道也是不检点不要脸？他气得鼻子冒烟，却又一个字说不上来，最后又把他那条狗朝我放了过来。我顺手抓起一个酒瓶就朝他砸了过去。宋梦瑶，是你们非要逼我动手的！我一个酒瓶一个酒瓶的扔了过去，酒水很快流了一地，玻璃渣子到处都是。那条狗跑得比谁都快。赵桂兰拍着大腿干嚎：天杀的！这些酒一瓶都没开，都是钱啊！林婉婉，你怎么能这么糟蹋我儿子的钱？宋梦瑶被玻璃砸到了脚，她尖叫着，她根本没有靠近我的机会。林婉婉，我要打死你，打死你！够了！宋墨突然大喊一声：林婉婉，不就是因为钱吗？不就是几万块的彩礼吗？我给你就是。只是我从来没有想到你居然是这么贪财、这么爱慕虚荣的一个人。林婉婉，现在立刻给我妈和梦瑶道歉，我就转给你3万8，快啊，道歉啊！宋梦瑶满脸都是对我的嘲讽。对啊，林婉婉，我大哥都发话了，哼，想要钱就给我跪下磕头道歉。哦，对了，就给我跪在这上面。太好笑了，我看着宋墨笑，看着他们那高傲又莫名自信的一家人笑，笑得他们莫名其妙，笑得宋墨皱了眉头。你听不到我说话吗？有什么好笑的？这么多亲戚等着吃席呢，要脸的就赶紧道歉，婚礼依然举行，
不然无论是你还是孩子我都不要了。到时候你别哭着求我。我死死看着宋墨的眼睛，我恨自己当初怎么就眼瞎看上了他，怎么就被他的甜言蜜语给骗了。好在现在还不晚，所以在娘家人推开大门进来的那一刻，我抓起啤酒瓶对着宋墨的脑袋就砸了上去。鲜血和着啤酒从宋墨的额头流了下来，看着真是赏心悦目。林婉婉，你要谋杀亲夫吗？他捂着额头的伤口大喊。亲夫？我反问他，哪里来的夫？宋墨，我们婚礼都没举行呢，你们不是一直说我未婚先孕吗？我哪里来的夫？他气急败坏，刚想解释，冲进来的大哥已经先一拳砸上了他鼻子，这下更好看了，额头在流血，鼻子也在流血。妈妈捧着我的脸仔细看了又看，他们怎么欺负你了？快点告诉妈妈！忍了几个小时的眼泪终于还是流了下来，我靠在妈妈肩膀上嚎啕大哭。妈，宋墨欺负我，他们全家都欺负我，他们说我不如一条狗，说我怀了他的孩子就是不检点。大哥的拳头捏得更紧了。宋墨，你找死！宋墨的鼻子差点被大哥打歪，他害怕了，捂着鼻子和脑袋躲在赵桂兰身后解释。听我说，听我解释。解释个屁！大哥一个字都不听。我妹哭成这个样子，你还有什么需要解释的？宋墨，敢欺负我妹妹，看老子今天不打死你！赵桂兰一边后退一边尖叫。我告诉你啊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你要是敢再动手，我马上就叫人！你别乱来啊！他话都没说完，我妈一个巴掌给他扇了上去。来，叫人！我就站在这里让你叫人，我就要看看同志是抓你还是抓我！疯子，你们一家人都是疯子！既然你都说我们是疯子了，那就疯给你看！哼！话音刚落，我妈牵着我就走，边走边告诉大哥：“儿子，给我砸，把这里砸得干干净净，一个渣子都不要给他们留。”身后噼里啪啦的声音响起时，我已经坐上了我妈的车，车子一路直接开到了医院。我妈看着我的肚子，欲言又止：“妈，不要，这个孩子我不会要，现在我就去打掉他。”我妈松了一口气：“对，我还怕你舍不得，姑娘啊，宋家不是东西，你怀了宋墨的孩子也不能要。之前他们家降彩礼的时候，我就不同意，你就不听我的。”她没有继续说下去，而是把我牵进了医院。宋墨给我打来电话：“你在哪里？林婉婉，你们家把我们的婚宴搞得一团糟，就这么走了？”我还没有说话，赵桂兰还在电话那边大声喊：“林婉婉，你快点给我死回来结账！你们把人家酒店砸得乱七八糟，要赔多少钱你们知道吗？亲戚们来一趟也什么都没吃，你真是给我丢死人了！听到没有？赶紧死回来！”我一个字都懒得跟他们说，直接挂了电话拉黑。宋墨又给我发来消息：“你在哪里？到底他妈在哪里？就这么不声不响走了？林婉婉，我是你老公，我们结婚了，你肚子里还有我的孩子，你怎么能就这么一声不吭的走了？”我只给他发了一句话：“宋墨，离婚。”医生问我：“确定不要这个孩子了？孩子爸爸知道吗？”我点头。医生，孩子是我的，我说不要就不要。孩子还小，刚1个多月，手术很简单，不到半个小时他就离开了我的身体。妈妈看着病床上的我流泪，白白折腾了一回。赶过来的大哥打开手机给我看视频：“看，小婉，我给他们那边砸得干干净净，解气不？不解气，我再去他们家砸一通给你出气。”看着手机里呼天抢地的赵桂兰，我心里舒服了很多。但是我告诉大哥，婚房里还有我的东西，而且婚房是我和宋墨共同出钱买的。大哥秒懂。你放心，等你出院，我带你一起去。医生说我只需要观察几个小时就可以回家休养，可还没有等到我回家，就在走廊碰到了宋墨一家人。他额头上缠着纱布，鼻子还红彤彤的。看到我，他突然紧张起来：“林婉婉，你怎么在医院？还能为什么？”宋梦瑶高傲地嘲讽我：“肯定是来看你的啊，大哥。他在婚礼上闹那么一出，回去肯定后悔了。”“是吗？”“现在绝对是急死了，回来找你道歉，求你原谅的。”听他这么一说，宋墨马上挺直了腰杆。他咳嗽一声：“林婉婉，你听好了，你在婚礼上闹得那么难看，让亲戚朋友们都看了笑话。我现在决定了啊，要想得到我的原谅，必须倒给我28万8的嫁妆，还要跪着给我录个道歉视频发到朋友圈，不然我永远不可能原谅。”我刚想说话，赵桂兰又抢先开了口：“对，不拿出点诚意，休想进我家的门！林婉婉，你还想当没人要的二手破鞋，让你儿子当没爸爸的野种吗？想你就继续，我看你能牛到什么时候！”我刚想冲上去撕烂他那张臭嘴时，我妈拉住了我：“注意你的身体，这些事情让妈妈来。”她左右开弓，扇得赵桂兰差点站不稳，后拉着我的手就走。我们没有去别的地方，
而是直接去了婚房。妈妈本来要我先回娘家的，她说小产等于坐月子，可不能马虎。可我根本不想和宋家多做1分钟的纠缠，我要马上拿回我自己的东西，然后和宋墨离婚。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我的婚房进不去了，宋家人居然改了大门密码。我刚想打电话给宋墨，他却已经带着赵桂兰和宋梦瑶站在了我面前，宋梦瑶还抱着他那条狗。林婉婉，你真是不要脸，婚礼上搞得一团糟，现在又屁颠屁颠的到我们家来。我说你脸皮怎么能那么厚呢？这一点真不如我妈买的狗，至少它还可以朝我们摇摇尾巴卖卖萌。我根本都懒得理他，只问宋墨密码多少，他不说。还是刚才那些要求，给我28万8嫁妆，在朋友圈道歉，我就让你回家。林婉婉，想好了吗？我朝他笑，想好了。他很得意，宋家人都很得意，他们都在等着我道歉，可我却一巴掌给他扇了上去。宋墨，你恐怕是忘记了，这房子不是你一个人的。你以为就你装了 AP App 可以改密码吗？你以为改了我就不能进吗？笑死！赵桂兰不以为意，你怎么进？我今天就看你没密码怎么进。林婉婉，这是我们宋家人的房子，跟你一个姓林的有什么关系？宋家人吗？我走近一步看着赵桂兰，这房子我和宋墨各出了20万首付，贷款我们共同还。我请问，这怎么就是你们宋家人的房子？这怎么就跟我没有关系？他好像听不懂我的话。我管你那么多，哲轩是男人，一个家庭里面男人就是天就是地，房子肯定也是男人的，这还有什么可争辩的吗？林婉婉毋庸置疑，这房子就是我们宋家人的，你要么现在滚，要么就给我道歉，再给28万8的嫁妆，没有第3条路可走。大哥又忍不住捏了拳头，我却已经打通了开锁公司的电话。你好，麻烦来帮我开一下锁。林婉婉，宋墨破防大喊，我在这里，我就站在这里，你就不能给我服个软吗？非要闹得沸沸扬扬是吧？我是你老公，你怎么就不能听我的话？对，我就是要闹得沸沸扬扬，我肯定的告诉他，这是我和你共同的房子，不是你一个人的。宋墨，你没资格把我关在外面。他终于还是骂骂咧咧的开了门，可我却在客厅里看到了几个大箱子。宋梦瑶飞快的把那些行李箱都推到了我和宋墨的主卧。我问他什么意思？他理直气壮，你没长眼睛吗？看不到吗？林婉婉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这间主卧我妈已经给我了，赶紧收拾好你的东西，滚出去！太好笑了。我问他，你要我滚去哪里？宋梦瑶，这是我家，你听清楚，这是我家，我花钱买的房子，你才该给我滚远一点，知道吗？林婉婉，赵桂兰差点把手指戳到我的胸口。你胡说什么？这是我们宋家的房子，跟你一个姓林的有什么关系？你不是要和我儿子离婚吗？好啊，收拾东西赶紧滚啊！我看你一个怀着孩子的破鞋能跑到哪里去？还有谁会要你？我终于还是忍不住要破口大骂了，可是我妈先开了口。赵桂兰，你自己也是女人，你怎么能这么骂自己呢？我怎么骂自己了？赵桂兰不服气，我妈冷笑一声，你说怀了孩子就是2手破鞋，你没怀过孩子啊？你他妈还怀了2个，你说你自己到底是几手破鞋了？你……赵桂兰还没有反应过来时，我妈已经进了主卧，她把宋梦瑶的行李箱全部都丢到了走廊上。宋梦瑶哇哇大叫，你干嘛？到底要干嘛？你要把我行李推到哪里去？宋墨也跟着朝我妈叫，妈，你不要太过分了，梦瑶是我妹妹，她凭什么不能在我家住几天？几天？我妈一巴掌给宋墨甩了上去，我管是住1天还是几天，她都不能住在主卧，你出去打听打听，哪里有小姑子回大嫂家住主卧的？宋墨，没有你这么欺负人的。宋墨被我妈一巴掌扇得似乎清醒了一些，他捂了捂脸，行，那就不住主卧总可以了吧？你也不能把行李都推出去啊。不行，住哪里都不行。这次说话的是我。为什么呀？宋墨和赵桂兰都不答应。大哥的房子妹妹为什么不能住？告诉你，不只是梦瑶要住，我也要住，我们全家人都要住在这里。我直勾勾地看着宋墨，因为我要离婚，而且这套所谓的婚房我也要卖。宋墨，这套房子现在谁都不能住，我要马上卖了它。我不同意。宋墨大喊，我什么时候说要离婚了？林婉婉，你孩子都怀了，还怎么离婚？你是要让我们的孩子出生就没有爸爸吗？你是打定主意要当单亲妈妈吗？要让我们的孩子出生就被人笑话吗？宋墨急得不行，赵桂兰反而一点都不担心，她告诉宋墨，离，让他离，离了你1分钱都不给他，我看他怎么生孩子养孩子。听妈的，他不敢离，女人一旦怀了孩子就不值钱了，除了孩子他狗屁不是，他们依然拿孩子威胁我，简直悲哀。自从有了这个孩子后，宋家人就处处拿捏我，他们以为我会为了这个孩子永远妥协，以为我会为了孩子什么都听他们的，可他们错了。我直接把流产手术单甩在了宋墨脸上。宋墨，你不是问我去医院干嘛吗？你好好看看，我到底去医院干嘛了？宋墨手忙脚乱地把单子从脸上拿下来，下一秒他破防大叫，你林婉婉，
你居然打掉了我的孩子，你怎么敢？林婉婉，你怎么敢的？那是我的孩子，你凭什么自己就打掉了他？什么？赵桂兰一把抢过单子，马上她也面如死灰，全身颤抖。你林婉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那可是一个孩子，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啊！林婉婉，你怎么能这么恶毒？恶毒？我死死盯着他。你说我恶毒？那你好好告诉我，到底哪里恶毒了？我怀上孩子，你们说我未婚先孕不检点，说我不要脸，说我丢人，那我打掉啊？怎么你们又说我恶毒呢？赵桂兰，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你们满意啊？到底要什么样的儿媳妇才能让你们满意啊？宋家人都呆呆地站在原地，只有宋梦瑶那条狗还在汪汪叫。我突然笑了。我知道了，只有这条狗是你们满意的吧？宋墨，你妈花3.9万给你买的这个狗老婆也可以生孩子的，我们离婚，把这个位置让给她，要不了几个月你就有孩子了。他气得要死，却又说不出来一个字，最后抱着头蹲在地上掩面大哭。大哥拖着宋墨去民政局，他不去，他反复地说：我不离婚，我从来没有想过离婚。婉婉，老婆，这些事情跟我没关系的，是我妈说要给你立一下规矩，是她说要给你点颜色看看，杀杀你的锐气。我不想这样的，我一直是爱你爱我们孩子的。老婆，我不离婚，孩子掉了就掉了，我们还可以再要。笑话，他说再要就再要。不可能，我无论如何都要离婚。而且我马上把婚房挂到了网上，降价也要卖。大哥和爸妈都跟我一起住在婚房里，等着宋墨离婚。宋梦瑶不服气，婚房是你们2个人买的，凭什么你们能住，我不能？这次宋墨都没有站在他那边，他把宋梦瑶推了出去。滚，行不行？都是你出的什么馊主意，用一条狗来侮辱婉婉？你那条狗真是3.9万买的吗？你敢不敢告诉我老婆，到底哪里来的一条破狗？什么破狗？宋梦瑶要破防了。他可是我儿子，大哥，不管他多少钱买的，反正都比林婉婉那个贱人高贵。啪！气疯了的宋墨一巴掌给他扇了上去。滚滚，不要在我家发神经！宋梦瑶气疯了，她扑到宋墨的脸上就乱抓乱咬。宋墨，我是你妹妹，我们才是最亲的人，你怎么能为了林婉婉那个贱人打我？宋墨，赵桂兰也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。天啦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啊？我费尽心力养大的儿子，居然为了一个女人朝我们动手啊！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不活了，我真的不活了。儿子，你就跟那个女人去好好过日子吧，我去死，带你妹妹去死了算了。他一边说一边拿头往墙上撞。宋墨烦透了，他拽着赵桂兰。够了，妈，你够了，你烦不烦啊？要死要活的给谁看？我就是不明白，我结个婚而已，你每天都有新的花样新的想法，你为什么就非要为难林婉婉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赵桂兰抹了一把泪。因为我是婆婆啊，自古以来婆婆不都说要给儿媳妇立规矩的吗？我结婚的时候你奶奶也是这样的啊，新婚夜当晚都没让我睡觉，我不一样忍过来了，她为什么不行？她难道要高贵一些？儿子啊，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，我都是为了你的家庭地位，你怎么就不懂呢？我不需要。宋墨推着赵桂兰和宋梦瑶走开。走，你们都走，从今以后都不要管我的事情，也不要到我家来，滚，全部滚。赵桂兰和宋梦瑶被赶走后，宋墨开始服软，他眼睛通红。老婆，你原谅我吧，这些事情真的跟我没关系，真的都是我妈和梦瑶的主意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为难你，就连梦瑶那条狗我都不知道哪里来的。我根本不想听他狡辩，我还是那句话，离婚，孩子都没有了，我们也没什么牵扯了。宋墨，干脆一点。大哥拖着他就走，他却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。原谅我，老婆，你原谅我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欺负你的。他还是被大哥拖到了民政局。1个月的冷静期，我开始着手卖房子，因为地段好，房子新，又是新装修，所以很快就被人看上了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中介带人看房时，赵桂兰突然冲出来，一盆鸡血泼在我身上，她指着我朝买家喊：快滚！这房子我们不卖，永远都不卖！你要是还敢来，下次我泼的就是你！他以为我会妥协，他以为我会怕他，可他又错了。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拿手机叫人。同志来的时候，赵桂兰先不分青红皂白，恶人先告状。他抓着警察同志的手：同志啊，你们要帮我做主啊！这个死贱人，他要卖掉我的房子，让我没有容身之所。同志，你说我一个老太婆到底能怎么办啊？他怎么能这么欺负我？你们一定帮我把房子抢回来。同志不是傻子，他们不会只听信赵桂兰的一面之词。事情弄清楚后，赵桂兰被带走了，她泼我鸡血，被处罚500块，还要赔我钱。宋墨来带她出去的时候，她气死了，指着我的脸恨不得撕了我。林婉婉，我是你婆婆，你怎么能叫人抓我，还让他们罚我的钱？我笑着告诉她，我连宋墨这个公都不要了，还要你这个恶婆婆，我看你真是想多了。
老太婆，你泼我鸡血的样子被看房的人发到了网上，你火了，你们全家都火了。我看这周围还有哪个正经人家女孩子肯嫁到你们家，嫁给宋墨当老婆？老太婆，你们一家锁死吧，全部锁死。哦，包括宋梦瑶那条狗。我没骗他，那条视频是真火了。宋家的房子每天都被人泼鸡血、扔鸡蛋，他们被骂得不敢出。几个月后，离婚冷静期结束。尽管宋哲百般不情愿，但是我哥依然拉着他去办了证。当然，我们的房子也成功卖了出去，只是比我们买的时候还便宜了3万。不过我不在乎，我要尽快和他们撇清关系。没多久，我就听到了宋墨的消息，他居然被宋梦瑶一刀捅进了医院，就因为他把和我离婚的气都撒在了宋梦瑶那条狗身上。他摔死了那条狗，然后宋梦瑶一刀捅进了他的肚子。最后，宋梦瑶进了监狱，宋墨进了医院，老太婆一口气上不来，摔成了瘫痪。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，我长长的吐了一口气。宋他们2个字，活该。活该2个字说出口之后，我愣了很久，不是后悔，也不是心软，只是突然觉得这一家人闹到最后，谁也没落得好下场。宋墨躺在医院，宋梦瑶关进监狱，赵桂兰瘫痪在床，3条人命毁在一场3万多块钱的闹剧里，值得吗？我妈端了一碗红糖鸡蛋走过来，看我发呆，叹了口气，想什么呢？别想了，没关系了。我接过碗，吃了一口，甜的。是啊，跟我没关系了。离婚后的第3个月，我在城南的一个小区租了套一居室，不大，但朝南，阳光好。我重新找了份工作，在一家文化公司做文案策划，工资不高，但够活。每天早上7点起床，挤地铁，打卡，开会，写方案，晚上回来给自己做一顿简单的饭，洗完澡，看会儿书，11点准时睡觉。日子过得像一杯白开水，寡淡但干净。大哥偶尔来看我，每次都带一堆吃的，把冰箱塞得满满的。有一次他喝多了，坐在我沙发上红着眼眶说，小妹，你要是难受就说出来，别憋着。我给他倒了杯水，我真的不难受，你骗谁呢？离了婚，孩子也没了，你能不难受？我想了想，认真的说，我难受的不是离婚，也不是孩子，我难受的是我当初怎么就看上了这么一个人。大哥沉默了一会儿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人都有看走眼的时候。我笑了，下次看准点。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在超市偶遇了宋墨的主治医生，姓周，30出头，戴眼镜，温温润润的一个人。我之前去医院拿体检报告时跟他聊过几句，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。林婉婉，他先认出我来，推着购物车，车里全是青菜豆腐。周医生，我点点头，他笑了笑。最近身体怎么样？恢复的还好吧？挺好的，谢谢。我们站在调味品区聊了10几分钟，从身体恢复聊到工作，从工作聊到最近上映的电影。他说话不紧不慢的，让人很舒服。临走时他加了我微信，说有空可以一起看个电影，最近那部悬疑片口碑不错。我没拒绝。回到家，我看着手机里那个新好友的头像，一片蓝色的海，点开朋友圈，全是书、咖啡、跑步路线，干干净净的一个人。我妈后来知道了，拐弯抹角的打听，那个周医生人怎么样？普通朋友。我说普通朋友也行，处着处着就不普通了。我没接话。其实我不是不想开始新的感情，只是那场婚礼给我留下的阴影太大了。我害怕再遇到一个宋墨，害怕再有一个赵桂兰那样的婆婆，害怕再被当成不如一条狗的女人。周医生约了我3次，我推了2次，第3次他说，林婉婉，你是不是对医生有偏见？我被逗笑了。没有。那为什么不出来？我长得吓人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我犹豫了一下，打了几个字，我怕。发出去之后我就后悔了，太矫情了。他那边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回了一条语音，我点开，听到他说，怕什么？我又不吃人。再说了，你连钱婆婆的鸡血都不怕，还怕跟我看个电影？我盯着这条语音笑了好久。那天晚上我们看了那部悬疑片，电影讲什么我记不太清了，只记得散场后走在路上，秋天的风凉飕飕的，他把外套脱下来递给我，不用，我不冷。拿着吧，别感冒了。我接过外套，闻到一股很淡的洗衣液味道。走到小区门口，他停下来看着我说，林婉婉，我知道你经历过什么。宋墨那个人，我比他早认识3年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多少知道一些。我抬头看他，所以我不是随便约你的。他的语气很认真。我想了很久，觉得应该告诉你，你跟宋墨的事不会影响我对你的看法。你离过婚，流过产，这些都跟我没关系。我认识的是现在的你。那晚我失眠了，不是因为激动，而是因为太久没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了，久到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人把我当回事。3个月后，我和周医生确定了恋爱关系。大哥知道后，第一句话是，医生好啊，医生收入高。我妈第2句话是，他人怎么样？对你好不好？我说挺好的。我妈不信。你上次也说宋墨挺好的。我沉默了一下，然后说，妈，这次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呢？我说不上来，也许是他从不让我猜他的心思，也许是他每次吵架都会主动道歉，也许是他从来不拿我妈说当开头，也许只是他从来没有让我觉得我不如一条狗。半年后，
我听说宋墨出院了，赵桂兰瘫痪在床需要人照顾，宋墨辞了工作，每天在家伺候他妈。左邻右舍都在背后嚼舌根，说他一个30岁的男人，离了婚，没了工作，还得伺候瘫痪的老娘，这辈子算是完了。有人把这话传到我耳朵里，问我什么感想，我说跟我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了。那场婚礼，那条狗，那38000块钱都已经过去了，像一场噩梦，醒了就是醒了。我现在想的是明天跟周医生去哪家餐厅吃饭，是下个月的项目方案怎么写得更好，是过年要不要带他回家见爸妈。日子总要往前过的，而那些活该的人，就让他们留在过去吧。